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7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谈到了对当前台海局势引发中美紧张关系的忧虑。基辛格本月底将满100周岁，这位世纪老人历经中美关系破冰，并参与制定奠定一个中国原则的《上海公报》。他此时再就台湾问题发声，有何深意？而同为世纪老人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日前也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不应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基辛格在接受 CBS 周日早新闻采访时，也就台湾问题发表了看法。基辛格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危险的时期，更需要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So we have a problem, which is that it could evolve into a general war between two high-tech countries. That'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urgent attention. 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基辛格多次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通过多种渠道发声。去年5月，基辛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华盛顿和北京需设法避免让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中心点。同年9月，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基辛格回顾了当年同中国领导人达成《上海公报》的历史经纬，表示应充分认识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美中之间要对话而不要对抗，应打造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今年1月，基辛格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再度提及台海问题，称希望中美两国可以权衡利弊，避免摊牌行动，为双边对话创造基础。他同时批评美国，说美国不应该口称一个中国，但事实制造两个中国。所以，正如同基辛格讲的，如果说两岸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出兵的话，那极有可能造成一个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一个核子战争的一个下场。但是我们现在看出来，美国现在对台湾的政策其实分成2个层面了，一个是他希望透过一个两岸的战争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第二个呢，如果两岸真正发生战争以后了，其实他希望台湾打的是一个本土作战，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从来没有思考说他要出兵台湾，所以我认为基辛格的想法我们做参考就好了，因为我不认为美国会出兵台湾。98岁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也是中国人民敬重的老朋友。近1年来，他在接受英国、日本等国媒体采访时，多次谈及中美关系现状，敦促美国应设法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呼吁东南亚国家向中国靠拢。本月初，他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指出，美国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他认为，美国在寻求挑衅，并企图借此获利。没有台海的紧张局势，美国就没有办法卖给台湾当局武器。马哈蒂尔同时表示，我们应该学会共存，把资源花费在对抗和备战上，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去年8月底，在时任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的背景之下，马哈蒂尔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曾呼吁东南亚国家，当美国借台湾问题侵犯中方的核心利益后，东南亚国家就应该远离美国的挑衅，向中国靠拢。马哈蒂尔此前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直言，佩洛西窜台等一系列针对中国大陆的动作都是美方故意出险招，目的是引诱和激怒中国大陆对台动武。之后，美方就有借口协助台湾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将台湾打造成对抗中国大陆的前沿阵地。马哈蒂尔强调，中国大陆愿意保持台海现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武统，而是不愿意这么做。如果他们有意愿，早就可以对台动武了。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近日在澳大利亚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时也提醒，台湾是发生冲突的最大热点，对中国来说是红线中最红的一条。他希望所有沟通管道保持畅通，以降低南海和更广泛地区的冲突水平。事实上，新加坡政府方面已经多次提出类似的观点。最早是在2021年11月，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在美国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发表演讲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一条深红线。此后，他再次重申，各国应该远离这条深红线，因为靠得太近就会有误判形势的可能。今年4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再次就台海问题表示称，中国将台湾视为最重要的课题，一个中国原则是北京最红的一道红线。新加坡严格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持续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们深知呢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也深知呢台湾问题，在历史上和在现实上，它的现状都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南亚人民呢，对于
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因为在近代历史上也长期受到西方的殖民统治，所以呢，对于西方，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打以台制华呢是非常反感的。好，新闻马上来连线特约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政客再度扬言要炸毁台积电，那对此您怎么看？台军会为护岛神山而与美国战斗吗？主持人好，这是一个好问题。台湾呢，为了台积电的安全，敢于和美军战斗吗？台湾的评论家呢，已经对此做了回答。要是美国要炸毁台积电，台当局、台军连个屁都不敢放，何谈与美军作战？而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炸台积电？我觉得呢，他们会。为了美国的利益，他们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以后，世界上很多知名的文化学者、考古学家呢，给美军提供了一份文化地图，标注了5000多年来的文化遗址和重要的文物收藏地，要美军呢注意保护。但是战争打起来以后，美军呢是不顾这些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巴比伦文化、亚述王朝时代的很多文化瑰宝都毁于战火或者被盗被抢。如今啊，美国说要是台海开战，美军呢首先要炸毁台积电，显然呢是心里话，不是开玩笑。美国的毁台计划是真实存在的。说这种话的呢不止一个人，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到民主党众议员摩尔顿，再到美国国会和智库的台海战争沙盘推演上，炸掉台积电呢都是美军首要的目标之一。他们推算啊，炸掉台积电的代价，比如说一年呢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2万亿美元的损失，会把全球经济打入停滞状态，也说明呢，毁掉台积电是美国应对台海危机的选项之一。说来呢也是滑稽，台湾人眼中的护岛神山，在美国人看来呢就是眼中钉，要么搬到美国成为美积电，要么呢干脆炸掉，反正呢不能留给台湾，留给中国大陆。这也充分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眼中呢只有半导体，没有台湾人。台湾民众的死活呢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让台湾民众更清醒地知道这个美国呀干涉台海的目的何在。至于说台军会不会为了台积电而与美军战斗，我的看法就是洗洗睡算了。要是台当局和台军为护岛神山着想，就不会和美国勾连而制造台海战争的危机。没了台美勾连，就没了台海危机，美国呢也就没有炸掉这个台积电的机会。基辛格、马哈蒂尔等有影响力的世界老人都担忧中美因台海问题而升高紧张，甚至让世界处在非常危险时期。那对此您怎么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等资深的政治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现任政治家都对中美因台海问题而引发的紧张表达担忧，都在批评美国挑衅中国，为自己的地缘战略目标而粗暴干涉台湾事务。他们呢也担心中美紧张会把世界引入危险时期，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发生军事冲突呢也是有可能的。综合他们的观点，我觉得有4点共识：一是美国呢不能够容忍中国的发展壮大，试图把中国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而这个所谓的世界体系就是能够确保美国霸权的体系。二是美国为了维护霸权，排挤中国，在科技经贸上对华限制，在意识形态上拉起所谓民主阵营来限华制华，在地缘政治上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而台湾问题呢，则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高端技术地缘战略的汇集点，成为美国制约中国、挑衅中国的焦点地带。三是美国涉足台海事务，制约中国大陆是真，协防台湾是假，从台湾占便宜是真，维护台海安全是假。就像马哈蒂尔所说这个台海局势越紧张，美国对台军售就越大，还能把台湾的企业和有钱人转移到美国。四是台湾问题呢，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红线中最红的一条，任何人呢，任何国家都碰不得，靠得太近就会有误判形势的可能。美国呢故意碰中国的红线，导致了台海紧张，而中美2个强国发生碰撞，就会给世界带来危险，也就是基辛格所判断的世界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时期。其实很多人呢都是这么看待台海局势的，
都认为呢是美国的霸权在作祟，要降低或者是解除危险啊。一呢，美国要收手，不能够再挑衅中国，不能助长台独分裂势力，不能制造世界分裂。二是台当局啊不能够紧随美国战略，配合美国去挑衅中国大陆，要注意啊，别把自己呢也给赔进去。三是世界各国呢不要在中美间选边站，那样呢就会加剧中美紧张关系。如果要选择，就要选择和平，而不能选择战争。向美国靠拢呢，就是选择战争。换句话说，这些政坛大佬们呢，在提醒人在台上的各国政要，不要成为美国的棋子打手，否则呀，自身难保。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